謝霆鋒老板澳門賭場被搬空，穩賺不赔的生意也黄了。2000年，事業发展不顺的陈奕迅轉投到英皇旗下，當時的陳奕迅既沒錢也沒有顏值，發行專輯反響平平，一副怎麼捧都不會紅的模樣。有人勸他轉幕後，好歹能賺點養家錢，不至於連住的地方都沒有。英皇老板楊受成得知情況後，立刻讓員工在公司內收拾了一間辦公室，給陳奕迅當宿舍，並且叮囑說：“你只需要專心唱歌就行了，其他的別擔心。”2003年，陳奕迅憑借10年爆紅，一躍成為香港樂壇的中流砥柱。有記者問楊受成：“您是怎麼練就火眼金睛，發掘出陳奕迅的？”楊老板老實回答：“沒秘訣，就是決定賭一把。無論是豪擲千金培養新人，還是遠赴中東炒期貨黃金，賭幾乎貫穿了楊受成的整個商業生涯。然而諷刺的是，上個月，這位以敢賭著稱的老板竟然失去了他在澳門開設的賭場英皇宮殿。誰都知道開賭場是一樁穩賺不賠的生意，那麼一向敢賭善賭的楊受成，為何偏偏在這個最賺錢的領域栽了跟頭？一切要從半年前的一份財報說起。半年前，楊受成名下的英皇國際集團發布了一份財報，本來未引起外界的關注，畢竟楊老板坐擁7家上市公司，與內地名流打成一片，誰會特意關心一家小公司的半年報呢？但這份半年報的結尾，其審計公司留下了5個字：不發表意見。幹過財會的人應該都明白這5個字意味着什麼。簡而言之，就是審計認為這份半年報有問題，問題出在英皇的償債能力上。表面上看，英皇國際的負債並不高，僅166億港幣，負債率50%多，放在負債率動輒60-70%的內地企業中，似乎並不算差。但是審計公司認為，以英皇現有的財務狀況分析，楊受成並沒有償還能力。事實也如此。據銀行爆料，英皇已經逾期了好幾筆貸款。換而言之，英皇國際正面臨倒閉的風險。消息一經確認，周一港股開盤後，英皇國際的股價應聲暴跌15%，每股價格跌至僅2毛港幣。隨後危機迅速彌漫至整個英皇系，英皇酒店、英皇資本、英皇娛樂全線重挫，就連業績穩健、每年盈利10幾億的英皇鐘錶也下跌了5%。謝霆鋒老板要完了，香港大佬要崩盤的傳聞甚囂塵上。英皇系的這場危機歸根結底還是源於楊受成愛賭的性格。2023年，李嘉誠大舉清空資產之際，楊受成逆勢擴張，接連斥資30億港元，拿下了香港屯門 London Up 商廈，19億港元拿下了銅鑼灣、中環地區多座辦公樓。他賭的是香港樓市會在短期內回暖，但現實是新買的物業出租率連50%都沒有，收的租金不要說還債了，連銀行的利息都不夠還的。如果楊受成沒有逆勢擴張，公司賬上還躺着49億的現金，怎麼着也夠覆蓋166億的債務。屋漏偏逢連夜雨，這頭英皇國際投資失敗，留下巨額債務；另一頭現金牛英皇酒店已接到澳門特區政府的通知，因政策調整，令其最遲於2025年必須關閉設在澳門的衛星賭場英皇宮殿。所謂的衛星賭場是指一些沒有博彩牌照，掛靠在其他有牌照賭場下的小賭場。眾所周知，開賭場是一本萬利、穩賺不賠的買賣，所以澳門的博彩牌照特別難拿，官方一共就發6張，但是全世界想申請的少說有10萬家公司。給大家看一張申請牌照時的照片，圖中的2個大箱子是其中一家公司招標時遞交的標書，材料有幾萬頁之多，所以想拿牌照光有錢不行，還要有背景、有實力。杨受成作為港系大佬，在香港能橫着走，但是到了澳門還是要和老老實實有牌照的地头蛇合作才能夠立足。2006年，英皇宮殿開業時盛況空前，杨受成幾乎搬來了半個香港的娛樂圈，成龙、劉德華、張學友、謝霆鋒、容祖兒、Twins 輪番登台表演，據說其中幾位還在 VIP 包廂小試身手，尽興而歸。後來更是成了賭場的常客。英皇宮殿裝修從物理層面上做到了金碧輝煌，門口擺放着一輛鍍金的和英國女王同款的馬車，大廳主通道下內嵌78塊金磚，每塊足有1斤重，意為步步生金。賭場開業的第1年便狂賺12億港幣，是其他衛星賭場的1倍。唯一的低潮是口罩期間連虧了3年，好不容易熬過去了，眼看就要重新賺錢了，却收到了澳門特区政府的取缔通知。杨受成算是倒霉事趕在一起了，但这些倒霉事似乎沒有影響到楊受成的心情。1個多月前，他參加了在澳門舉辦的灣區聲明月晚會，一張與肖戰的合影衝上了熱搜。記者問這位縱橫了娛樂圈大半輩子的老炮是否要簽下肖戰，楊老板的回答依舊誠實：他這麼貴，我怎麼請得起？應了那句老話，時來天地皆同力，運去英雄不自由。幸虧楊受成還有一幫忠心耿耿的員工。多年沒開演唱會的謝霆鋒為了幫老板還債，日程已經排到了明年。容祖兒連4、5線小城市的商演都接，金牌經濟霍汶希甚至搞起了直播帶貨，他們都在盡自己的能力拯救英皇。杨受成第一次破產時，銀行收走了他的奔馳座駕，還羞辱說他不配開奔馳。東山再起後，楊受成換了一輛勞斯萊斯，反唇譏諷開奔馳令人倒霉。如今第2次陷入危機的楊老板，是不是該換一輛國產新能源車再轉轉暈了？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